我是 Feel Fukuoka Japan 的芊芊。这一次我要来讨论新冠肺炎对在日外国人造成的影响，以及日本的防疫政策。为了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我也尝试第一次和朋友线上聚会。我有网友留言给我说，他有一个住在北九州市的朋友，那个网友是台湾人，他说他的朋友是日本人，他说他每天看那个疫情的新闻，看到就是自己心理压力很大，都不敢出门，然后好像我也是，就得了，就生病了。我也是，对，我会有焦虑，就一直觉得自己有肺炎。对，然后他就问我说要怎么跟他朋友劝啊，因为我也住在北九州嘛，我说这没办法劝啊，就是你就不要看电视嘛。啊，我是觉得真的偶尔要出去透透气，不要去人多的地方，我们就维持安倍总理说的3密，遵守那个3密。对，是真的要稍微出去透透气也好啦，不要跑太远啦，家里楼下也可以啊。对呀，因为他说散步是可以嘛，散步跟跑步是可以的。对，他有说可以出去散步。但是如果大家都去跑步，会变成什么样？一起跑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让我蛮惊讶的，我觉得日本人的自制力有点超过我的想象，因为感觉国外的媒体都在看衰日本，说啊这么没有强制力的一个法令，只要大家不遵守，那其实有讲跟没讲一样嘛。可是短短的几天，我觉得很明显，尤其是大企业都有配合，像我们这边的百货公司也关了。对啊，刚市区的百货公司也都关了嘛，还有 Starbucks 也关了吧？你们确实关了 ，Starbucks 也关了，很夸张。对，我觉得 Starbucks 会是一个指标性的，因为它是一个算是很指标性的企业，它愿意配合政府，然后把这7大个城市全部关，然后据我所知，这7大城市以外所有的店都提早晚上7点打烊。对，那我觉得他这么做，那应该别的企业会觉得说，这么大的公司都愿意这样了，那我们是不是也该做什么？我觉得日本人会有一种心态，他们很注意别人的眼光。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不合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连锁效应。我觉得等着看啊，可能未来这个礼拜会陆陆续续有很多企业会慢慢的也都往这个方向去。那我想关1个月对他们来讲，也许不是问题耶，我还蛮有信心的。我觉得他们推出的政策，我个人还觉得蛮有信心的耶。对，因为我觉得日本人的自制力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工作怎么样啊？公司对，因为对呀，我加入蛮多那个 LINE 的群组嘛，有的群组像那个阿金姐的群组里面，的确有人讲说他有拿到全部的公司的薪水嘛，然后有一些就说有拿到一部分的薪水，那大部分打工的是说好像也有补助啦。那现在就是看说日本的那个政府的政策，希望会有明确的一个补助的制度这样子。现在大家都在看那个。对啊，我也是啊，我在北九州机场做中文翻译嘛。我从3月初那个因为国际线停飞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回家吃自己啊，然后。听说目前表定是到4月30号嘛，可是听说5月也不确定嘛，所以我们1个礼拜前直接收到那个解雇的信，就是类似说再通知了啦，就是再通知了啦，因为未来不确定嘛，不确定因素太强烈了，直接就，但是他有说我们等通知，未来如果真的又复航了，我们原来的人会是第一人选就对了。对啊，然后我本来去年年底到年初，整个2020年一直到6月份，我几乎每个月都接到一团导游的工作。对，然后全部都取消了。对啊，他现在基本上就是封关嘛。对啊，对啊，所以真的观光产业的人还蛮惨的，所以我现在是失业状态。不过我觉得日本应该会因为这个事件改变了他们很多事情的想法跟做法例如他们应该从来这个民族的人应该很少在家工作他们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了这种工作形态，对日本的企业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改变跟冲击对。但我觉得对日本人来说，对他们的
身心灵的健康也是蛮好。没错，因为他们以前太过劳了啊。真的，而且你看，芊芊也都7、8点才下班。对啊，非常的可怜。对啊，我有朋友本来小姑的老公，他也在设计公司上班，他每天早上7、8点出门，然后回到家都10点呢，每天呢。我朋友是11、2点坐钟点才回家，就是每天都是这样。但是他自从可以在宅以后，他就可以很早不是很早结束工作。那很好啊，而且这样大家可以多一点回归家庭的感觉啊，对啊，这也是件好事啊。是，而且这一年应该会减少那个过劳的人口。但不是好像还是蛮多人自杀的耶。我看到新闻，蛮多人就是在那个跳轨。那是因为害怕得corona吧？对，或者是那些就是他们的工作受到影响吧。我们自己人也要消毒啦。你们有没有洗手啊？有，蛮常洗手的。我以前几乎洗到手都很痒。对，而且最近日本很多艺人都有那个洗手歌，还蛮有趣的。你们有看吗？有。对呀，芊芊你们也可以拍洗手歌。可以耶。对呀，刚刚讲一下，找那个，我是觉得你们不用自己创新啊，你们直接拍那个。现在台湾的 YouTube 都开始模仿日本的洗手歌的片段，然后他们就是下去跳舞唱歌，然后背景音乐完全用日本的，然后就是把它拍的有点搞笑的那种感觉，还蛮有趣的。现成的这样子，我们4个人也可以马上来啊。我不会耶。你们没有看那个影片吗？好了，好，那很开心见到大家。东京的 Emily， 你自己也要保重呢。好了，大家保重身体。谢谢大家，谢谢芊芊，谢谢，拜拜。拜。